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赛斯书的健康之道的第5章的第1部分。那第5章的标题是暗示与健康。那我们从1984年4月8日这一节开始。星期天的下午4点30分，今天中午当我来到330病房的时候，真正不开心。他的医生杰夫卡德来过，一开始他不想告诉我他的医生说了什么。但是等到午餐以后，在我的劝服下，他说出了一切。很显然，有位护士告诉了杰夫，他的主治医生说，真的右膝上的膝盖伤口正在流水啊。他告诉珍，那儿可能有一个感染啊，再可能是个骨刺的地方，他不确定。杰夫继续补充说，一个小手术或许可以修好它啊，或也许什么都不必做啊。然后罗就说啊，没有那么糟啊，不是，就是最坏就是一个小手术啊，而且可能也不用做啊。他说，当我太太说完以后啊，我就问他你认为是不是很那么糟糕啊？真似乎还能容忍，并且恢复的也不错。然后呢，罗说，我带来了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6章，我今天早上刚打好的。结果我最后将整个东西读给了珍听，除了1、2个注之外都读了，再次回完了所欠的信。我有时间的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呢，珍很喜欢那整个东西，就是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6章啊。他也有我注意到过的，当我读几年未读过的课的时候，同样的感受啊，它是崭新的啊，确实有这种感觉啊。如果你赛斯资料你隔一段时间没读，你再读它，好像就像全新的一样，仿佛另一个人制作出来的作品一样。我在一天的结束后告诉珍，赛斯资料是他自己直接认知的一个极佳的例子啊，就是如果说人的有几种内在感官，其中一个内在感官就直接的认知啊，这是第4个好像是啊。他说这个赛斯资料的获得对珍来说就更像是直接认知的一个最佳的例子，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它就从外面的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上获得的。而真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明显的描写是当我在写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6章赛斯有关直接认知的资料之后突然想到的，不过是个非常好的想法，并且是我替那一章加上的一个注里面说到的。当我为珍读完第6章的时候，时间已经这么晚了。珍今天不计划上课，直到我告诉他我没有关系。然后赛斯就来了，说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赛斯午安。而我们将继续口授，开始新的一章，标题就是暗示与健康这是第5章的标题。珍昨天就收到了这个标题，并且告诉了我暗示它这个英文用的是 suggestion 就是我们一般把 suggestion 当成建议或者一种在这里面做暗示是非常合适的这里面它不是建议它做暗示的性质这个语义更明显一些，往往直接对一个特殊的行为或假设的声明暗示往往是直接对一个特殊的行为的假设和行为声明他的意思是暗示不是信念，信念是一个笼统的整体的，暗示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事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声明，就这事好和不好，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了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都是暗示就你做了这个可能会有那个会得到那个等等，这都叫暗示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暗示是跟随理智的命令，而与意识的思考过程结合为一体的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暗示是跟随理智的命令与意识的思考过程结合为一体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分辨出来，哪些是暗示，哪些是你的理智推理你把它俩混在一起分辨不出来的举例来说，你经常会说，如果事情是如此这样，那么必然会如此产生如此的结果一定会这样，并没有魔法与暗示相连没有什么魔法相连，但是这种暗示当重复的足够多了以后，并且被热切的相信的时候，的确会呈现出一种深切的习惯性，就像魔法一样，他们不再被校验
被却认为是刻板的真实，最终会导致这个事实这个实相的发生。暗示不是魔法，但是当你重复多了之后，它就具有魔法一样的效果就像魔法一样被催眠了记住赛斯说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暗示不是魔法，但被重复并且被热切的相信以后，它就像魔法一样有效因为你们不再检验它是不是真实的而且却认定它就是刻板的事实了他们随之被交给人格之较自动的层面在那儿他们激发了如此强烈暗示的特定的行为然后他就交给你人格的特定的部分了就自动的部分了就是你后在根本就不再做任何的分辨了全自动的运行往往这种暗示是陈腐的老生常谈就根本陈谈是什么陈词滥调一点没有新意的。他们是属于过去的，甚至属于更久远的你的爷爷的奶奶的祖先的那些暗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而再次的，他们逃过了通常给予新的想法的质疑与校验，就是如此你平常有个新的想法，你都会质疑它是不是对是不是合理这样想法对不对而这些老的所谓的暗示老生常谈的东西，反而你不去质疑了。就比如说关于我们很多的传统习惯比如说女生在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有很多限制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如何如何如何。而在西方国家完全没有坐月子的概念他们从小都没有，从历史以来就没有坐月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建议和说法，他们根本就没有。所以说呢，他们也没有受坐月子的这个影响。这个原因呢，很多的是什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而且环境极其恶劣，很多那个时候留下的习惯和一些建议在当时是有效的，但对现在的人来说简直是多此一举，非常的可笑。比如说不能洗澡不能洗头这件事情，那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北方，如果是在不是在温暖的夏季，在冬天的话，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洗澡和洗头，在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热水的情况下，仅靠烧的那点热水去洗澡和洗头一定会着凉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你想想没有暖气的前提下但是现在的社会完全不同，我们现在的很多在北方的房间里面的夏天冬天比夏天还热房间里经常是28、9度、26、7度都是这种温度。所以说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有用，现在没用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是告诉大家这种过时的暗示会影响到现在，直到今天这个暗示仍然会影响着所有的中国的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朋友们。所以说这些暗示可能令人惊讶的持续了很久几百年上千年，并且包含了在童年中就接受了信念小时候家人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子而现在在不加分辨的在接受，他们仍可能影响健康与幸福，它影响你的健康和幸福的。这种暗示可能是有益与支持性的，或者是负面和不利的这种暗示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不是都不好有的暗示是好的以下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当熟悉的一些例子包括了儿童时期的暗示给予儿童的暗示。比如说，如果你不穿雨衣到雨里去，你就会感冒我们都这么吓唬小孩的。如果你的话太多或者情感太外露，人们会不喜欢你你这人太简单了，啥都说没有一点城府太直白了。你应该保持神秘尤其是女生更应该保持这种话少让别人更矜持，别人会更喜欢你这都是现代人的这种观点。可是你到了离开了这个一定的文化属性和氛围，都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跑，你便会跌倒都不能跑是的，尤其是现在在美国学校里都不允许跑的任何公立学校里头不允许任何学生跑只能走，如果跑会被扣分惩戒。当然有许多的变奏很多的变形，比如说如果你在雨天外出，你就会得肺炎或者如果你说谎，你的舌头就会变成石头这都是我们吓唬小孩的东西。我们父母往往以最好的意图给予儿童
和其他这些类似，就是你给他们说话都是出于好的意图，你怕他得病啊，不想让他说谎，希望他有良好的品质啊。你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子女将不加分辨地接受一些这样的暗示。由于他们是来自一位受尊敬的成人，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父母，因此那个暗示几乎被诠释为命令啊，他不被当成建议，而当成命令啊，然后就会接收下来，就会形成他的信念系统的一部分。一个像，如果你在午饭后太快的去游泳啊，你会淹死。像这样的暗示是极危险的，因为他的预言在做了第一个举动之后，一个灾难性的行为几乎会自动的跟着发生。显然，吃了东西后马上下水的儿童并不会全都淹死。不过，这个暗示本身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神经质的症状，比如说恐慌、痉挛，那可能一直持续到成人时期。而这种恐慌和痉挛在小孩游泳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啊。其实本来他没事儿，但是因为他被大人吓唬的啊。大人吓唬他啊，你这样去游泳就容易被淹死，那他真的可能会带着恐惧和痉挛的那可能性发生了啊。但是如果在水里一旦出现恐慌或者痉挛啊，小孩真的容易淹死啊。就像我们不久将解释的啊，这种暗示啊是被移除的啊，是能被移除的，这种暗示是能被移除的。还有其他的涉及了认同的那种暗示啊，有人可能告诉一个小孩，如果你像你妈妈一样，他总是他说你就像你妈妈一样，他总是神经质，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你像你妈妈一样啊，因为你妈妈总是神经质和情绪化，所以说你也会神经质和情绪化，这种暗示，或者说你很胖，因为你爸爸很胖啊，这种话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对孩子都有非常大的这种暗示和催眠作用啊。这些全是导向某种假设的生命，这是一些假设啊。而再一次的问题在于，这些假设往往是一直未被质疑的，虽然是假设，但从来没被怀疑过。结果你有一些未被校验的结构性的信念啊，你没有被检查，但是已经进入你的系统了，就是变成结构性的了。你也会这么认为，他们随后会被自动的执行了啊，它就会执行。一执行，结果就是如此了，就是你真的会神经质啊，真的会像你妈妈一样啊，你真的会变胖，然后口授就结束了啊。说告诉鲁伯不用担心啊，他腿的问题将会解决，而且不需要动手术。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而在此的我启动了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坐标啊，这一节就结束了。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4月9日星期日下午4点01分。今天中午，当我到达330病房的时候，我发现在针的2个膝盖间的泡沫胶缓冲棉上有相当多的排出液，而我替他翻身仰卧。在2点50分的时候，他喜欢的威尔逊医师进来检查针的膝盖。他说，在破裂的地方有一处骨头变得发炎了，并且可能已经很久了。他说他可能会痊愈，就如同有一回当那儿的溃疡好了的时候，他显然曾经痊愈过一样。他同意我们的说法，那个区域不被包住啊，并且不上膏药是可以的啊，是的啊，就是有时候干爽一下会更好，或者包住反而会不利的恢复。既然他每天都在水疗部被彻底的清洗，他并不主张任何像手术之类的事情，而他的劝告与昨天赛斯资料说的是相符的。他说他也会来查看珍的膝盖的。珍说，我昨天的道别语说他不该担心腿自动会痊愈的话，令他开心了不少。我真的那样想，而现在我再重复说一次。在3点15分的时候，他试着读昨天的课，不过他读得不太好，最后我读给他听，然后赛斯就来了，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说赛斯午安。而我们将继续口授接着书的内容。至今我们给的暗示都是预言性的暗示都是预言性的，他们事实上都是预言某种预言，在一个既定的行为之后，随之会有某种不幸的事件就我们现在所有的暗示都是预言，然后告诉他你做了某件事之后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一种预言
也有特别与年龄有关的许多的这种暗示啊，比如说许多人强烈的相信，当老年将至的时候，他们会碰到一些稳定的灾难性的身体机能的退化，在其中感官与心智将会钝化啊，便会变得迟钝，而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将失去他们所有的精力与灵活啊，行动将会变得迟缓和不便，将会迟钝，反应和思考能力都会迟钝啊。许多年轻人相信这种废话，因为他们自己造成了他们自己去遇见他们如此害怕的情况的本身。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东西，他们就造就了这样的实相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更加相信啊。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他们相信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并非事实如此。当你允许心智去那样做的话，他们会随着年龄而越来越聪明，思考越来越聪明。就是当你允许自己不受它影响的时候啊，你就会变得你的心智至少会越来越聪明，就是你的那个大脑、你的意识、你的思想啊，它不会越来越迟钝，只会越来越聪明啊。思考与灵感甚至有个加速，好像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样子的啊，到所谓的老年的时候或者年老的时候啊，你的思想反而会加速，思想灵感都会加速的啊，就像你在青春期一样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们突然给老年人带来一个新的了解，并且提供一个推动力，那个应该帮助此人达到更大的理解，一个应该会消除所有对死亡恐惧的理解。老年人的时候反而会有青春期的那种感受，我们经常称老年期为第二青春期啊，他会抛弃所有的这些世俗上的限制，比如说他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他的子女也成人，不需要他再照顾啊，他也没有自己的父母需要照顾，他处在一个非常自由和放松的状态啊，他有无限的自由，而且他的很多的这些想法可以完全天马行空的去实施，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供自己使用，他可以去旅游、周游世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习新的东西，这都是一个青春期的人所拥有的。而一个老年人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帮他来消除和减轻他对死亡恐惧的，这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人类设定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而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抓住这一点，反而把这个老年生活变成了一个过得凄凄惨惨的啊。对，在4点08分山农凉了，真的血压，我读到此为止的课给真听。在4点13分，真继续昨天告诉我赛斯今天计划要说的资料。思想与信念的确会带来肉体上的改变，记住这句话这是肯定的。他们甚至往往真的可以改变基因的信息。记住，你的思想和信念会改变肉体，甚至真的会改变你的基因这是他想说的话。人们相信有一些疾病是遗传性的，我们认为疾病是遗传的，被一个有缺点的基因从一个世代传到另一个世代。举例来说，很显然许多风湿类基因传承的人自己并没有患上那个病，同时其他人却患上了，其区别就在信念。再说咱们举个例子吧，有些风湿性基因的传承，就他的这个父母这一代是有风湿性基因的按理说他是有风湿性基因的这个遗传的，但是他自己不会得这个病。而一些父母从来没有，或者祖上也没有这种风湿性遗传的这人，他却得了风湿性的这种疾病风湿性疾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不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受凉不受凉的问题不要一看到风湿或者什么就感觉这个没有关系风湿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有这种疾病遗传的人不得这个病，而一些没有疾病没有基因遗传的人却得了这个病。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信念信念是造成你得病还是不得病的根本原因，而基因在这里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未加评判就接受他们将遗传这样一个病的暗示的人，随之真的仿佛遗传到了他们经验到那个症状是的，他们就觉得有症状有影响。所以说西方在做了一个看似很聪明其实很愚昧很愚蠢的方法，就比如说他们在测量人的基因测序，然后告诉他你得某种病的可能性和概率是多少，因为根据数据测算等等。
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建议而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因为基因筛查或者她相信了基因的推断，说她得乳腺癌的概率是30%多。他一想这么高的概率，那不如就直接把乳房切除啊，所以说他就早早的做了乳房的切除术，这样他就不会得乳腺癌了。可以是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做法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啊！你得不得乳腺癌不取决于你的基因啊，更多的取决于你自己的信念。而很多人相信了基因起作用，而基因就真的起作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观点。事实上，那个信念本身可能会将一个健康的基因讯息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信息啊，就是因为你相信本来你不会有问题，你的基因即便有遗传也不会发作，像我前面举的，很多有遗传的人也不会得这个病，而且也是个概率。那什么人得什么人不得呢？你要相信你可以不得，而正好反过来，可能你有这个遗传，但是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也不会得这个病，但是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这个信念就会让那些本来健康的基因变得不健康了变成有这种信息的了。理想的说，信念的改变会纠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理想的说如果你通过信念的改变是可以纠正这种情况的，但是这是在理想的状态下说的客观一点这种纠正起来，纠正你信念的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赛斯这里面前面加了一个理想的说。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病得已经很重了，你单纯的是去改变他的信念让他身体得到纠正，从理智上或者从理想上从理论上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这个执行当中是非常困难的，效果也并不是很理想的不信你可以去试一下你到医院里跟他讲赛斯资料信念创造实相，即便他们接受了你的观点，他们认同你的这些说法，你说他们就都能痊愈回家吗？不会的，因为他们底层的信念比你想的要强大得多，他们对你的这些东西认可度并不是100%。这里的微妙就是在这里，如果他相信你的观点，接受你的观点，但是他只差一点，他不是100%的相信的话那这个作用就非常的微乎其微。所以说这里头赛斯也强调理论上理想上信念改变实相，改变人的健康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前提是建立在这个人是必须得绝对的相信，如果差一点就不行。所以说在实战或者在实践中，这个效果的这个作用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灵验只要这个人信念一转变，马上就会好。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有很多的病人就是因为信念彻底的改变已经发生了身体发生了瞬间的逆转，但是前提一定要记住，这个前提是他的信念发生了类似于180度的大逆转，也就是他以前的所有认为对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反过来认为是错的，他以前所有的行为他都全部反过来。一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那他的病就可以瞬间治好，但是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咱们中国古代会告诉我们人的什么秉性，什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这个说的秉性就是指的你的这个信念系统不过人们不管愿不愿意的被一个或者另一个的负面暗示所动摇我们不愿意被别的信念所动摇每个人都有一整团的信念所暗示，而这些都相当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反映在肉体上我们不愿意被信念动摇，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又被这些信念和影响在我们的身体上，就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就是一个信念会带来某种身体上的症状和身体上的反应，他举的这个意思一个萝卜一个坑。到了4点19分，戴安娜量了针的体温，我读最后几行给针听，让他继续所有实际的疗愈都在与插入正面的暗示以移除负面的暗示打交道他说对那些疗愈来说，基本上就是植入正面信念，移除负面信念。如果这个工作做得足够好，这个人疗愈就比较成功；如果做得不够好，这个疗愈就不太成功所以说我们对真正身体有疾病人的疗愈，更多的是信念的植入和移除但是有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不要发现你跟某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好像认同了你的观点，就好像他接受你的信念一样。
你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啊！我遇到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事情是，他们为了讨好你，或者为了迎合你，他们会假装接受你的信念，其实他的心里并不认可和接受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要加以区分，而不是说要看他说了什么，你要看他做了什么。他如果接受了你的信念，或者接受了这种移除了负面的这种暗示，植入了正面暗示之后，他的行为会加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的行为没有改变的话那这样的口头上的所谓接受你的信念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的我只跟大家举实际的，我在这个在生活中遇到的真实的案例这种情况是有的。如他们先前说过的每个最小的原子和细胞都包含了什么？自己朝向生长和价值完成的推动力因为这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宇宙的基本法则就是价值完成，它体现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就是生长法则所以这是每个原子，甚至每个细胞，每一个个体，每个意识的一个内置的一个方向性就是朝向生长和价值完成的。换言之，他们名副其实的被埋置了正面的暗示每一个个体最小的单位都被埋置了向正面的一种暗示。所以说我们的正面的暗示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就是我们的负面的暗示太强了，抑制了这些已经预设了的这些内在的正面的暗示生物性的被滋养着因为它是正向的暗示因此以某种说法，若说负面暗示是不自然的，带人偏离了生命的主要目标，到某个程度那个是真的就是我们生病是因为负面信念把我们带偏离了轨道如果我们不去用负面信念偏离的话，我们人会正常的自然的是健康的，朝向生长的朝向价值完成的。负面暗示可以被比喻为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清晰的节目里头的一个静电的噪音。他说这个负面暗示可以比喻成一个电视节目，我们看以前的老的电视在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些信号的干扰不是像现在都是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没有信号干扰，无比的清晰以前的电视不是这样子的。在电视节目中经常会有雪花条纹或这种影响，他说那个就像是这个负面的暗示它在起作用。当这个负面暗示起到作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节目就不能看了你的生命也就基本上终结了。当它影响的节目扭曲变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身体的状况也在扭曲变形我就举这样的详细的具体的例子让你能理解。然后这时候赛斯就结束了，说口授结束了，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而在此的我启动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坐标。他说谢谢你他说当然我对你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工作以及你昨天读的注都很满意，我将你真的了解我的感谢视为理所当然赛斯说我知道你肯定明白我对你的感谢是多么的真心和发自肺腑。他说我认为你是发自真心的了解的他说是的，谢谢你。4点28分我读此节给真听，当你读时我再次得到他明天将会说什么赛斯明天说，他说明天赛斯将会说关于你开始试着改变信念的时候会导致的混乱因为你新的信念没建立，旧的信念已经被你改变了因为他们全都搅在一起，新旧信念混合在一起正面的和负面的。但那也不对他补充说意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然后下面是1984年4月10号这一节，就是星期二下午3点50分。今天比较暖和当我开车去病房的时候，超过了50度华氏，针看起来很好，从他的右膝没有排出多少液体。今天 Georgia 在照顾他，他今早洗了针的头发。本楼的护士与护士助手们今天都在恶作剧，讲着直率的性笑话并彼此戏弄我们称之为开车真描写了他昨晚做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甚至令人振奋的梦，在其中他坐在地板上玩着他自己搜集的小玩意儿等等，我没有记下细节。晚餐后当黛比哈里斯来访的时候而吵醒了他以后，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个梦。真读昨天的课却发现很难进行，不过在试了几次之后最后做得不错，然后反倒迅速地读过和我一样都喜欢的3月19号的那一节课，而且做得非常好。再一次的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赛斯就过来了赛斯午安，
我们将继续口授。他说，当然，忧虑、恐惧和怀疑都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这些往往是由社会公认的信念所引起的，都不是你的信念，是公认的信念，也就是集体信念会给你的暗示导致的。那些信念绘出了一个悲惨的画面，在其中，任何既定的情况必然会恶化，任何某种情况就必然会导致某种恶化，某种可以想象的疾病就会变坏，而任何可能的灾难都会被遭遇。这是集体信念暗示给你的只要你得了某种病，按照大家说，那这种病基本上就不会好了。告诉某种病是不会被痊愈的，因为医学证明它已经不会被治疗了、被治愈了，那你就会永远得这种病等等，甚至告诉你得了这种病你可能离这个死去就不太远了这种信念打消了好奇、喜悦和奇妙的感受其实你生病是一种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是你健康的不同的状态是身体有时候自我疗愈过程的一个需要。可是本身它是一个好玩有意思的体验不同感受的一个经历。可是因为你的接受了这些集体的负面的信念会打消了你对这种特殊经历的好奇的探索，也打消了你的喜悦和奇妙的感受变成了非常非常不好的经历他们抑制游戏性的活动和自发的行为，本来就是游戏性的和自发的就是你身体的这种变化身体的这种状态的改变都是自发的和游戏的，但是你却抑制了它，非说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绘声绘色的，有多严重说的有多严重它们导致一种实质的状况什么状况？其中身体被放在一个极消极的攻击性的状态就是我们经常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身体处在一个消极的攻击性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去寻找苹果里的虫，比如说，并且在每个新经验和遭遇里预期痛苦和危险，仿佛才是合理的。这一点非常的糟糕就是我们认为任何经历就是别人说某种事儿等等等，这是暗示不会不好，然后你就会寻找这种不好比如说某人说得这种病一定会有某种症状你就会寻找这种症状。比如某人说经历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那种不好的结果，你就会期待那种结果不是那种期待你会寻找我怎么没有这种结果我怎么没有这个症状，我怎么没有这个经历这就是在苹果里寻找虫的意思这再次说的是，这是非常非常不好，而且非常危险的。别人经历的东西并不见得你一定会经历，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带有预言性的，预言就是不确定的，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里面，你为什么非要把那种最不好的可能认定为一种确定和不加思索的接受呢？这就是我们人类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被我们的信念所怎么说不能颠覆我们的信念被它所左右的一个非常可悲的例子而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创业，他会说创业很痛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就会遇到了，然后你会去谈恋爱，他说现在谈恋爱大家都没有真心的谈恋爱了，都不像以前了很多的物质性很强，那你会遇到的谈恋爱的对象也都会很物质，或者都没有真心这种社会的暗示会导致你接受，然后你就会遇到如果你反过来你不信他们的你把很多话扔在一边视为这个废话的话你相信自己的信念，你就会遇到你信念所坚信的那些情况就会出现所以说永远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永远不要人云亦云，永远不要接受社会上的主流观点说会怎样怎样，如果你接受了，那你就被他们控制和影响了。在成长与成就的发展中，游戏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头他再次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的确，游戏是不可或缺的属性在儿童自然的游戏，动物也是如此就那个来说，像昆虫、鸟、鱼以及所有的种种生物生命都是在游戏。纵使蚂蚁和蜜蜂也在游戏，我们认为蚂蚁和蜜蜂每天都在工作，其实不是，它们也在游戏所有的动物都在游戏，所有的生物都在游戏我们的人类也需要游戏，游戏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属性。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玩游戏，为什么对游戏沉迷至此，就是认为游戏是人性的基本属性之一，你剥夺了他玩游戏的属性就等于剥夺了他做人的属性。我们成人也在玩我们成人的游戏，只是你不觉得它是游戏。
比如说你在追求一个异性，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像是一个游戏，而你们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像是游戏的玩法。比如说你送花、买礼物等等，带他去一些特殊的场景、浪漫的活动啊，那就是在玩游戏。而我们古人很早的就意识到这一点，古人在房中术中把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关系啊，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一个嬉戏的状态，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喜的那个戏啊。他认为戏就是房中术中的最高境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玩游戏啊。说的简单来说啊，所以说我们不论最严肃的、最认真的，我们的社会的很多属性都是在玩游戏，包括你创建公司、创建一个事情啊。你可以把它很严肃的说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游戏性的行为啊。那看你怎么来看待它啊。如果你能把它看成游戏，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跟你的生命的本质相吻合的。反之啊，你在把一个本来是游戏的事情给它严肃化了啊。这里面我以前曾经讲过，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境界。因为玩的左边是什么？是个王字，右边是个元字。元是有非常高的宇宙意识的意思啊。我们以前解释过元，在讲元宇宙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单独把这个字拆解过来告诉大家讲。我们这次没有时间讲，我们只告诉大家，元代表着宇宙意识，代表了世界啊意识。所以说王就是人中的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王嘛，对吧？外圣啊，内圣外王。当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啊，当一个王啊接受了宇宙意识之后，这种行为就叫做玩。所以说玩是可以是跟宇宙意识连通的。所以说永远不要阻止啊大家去游戏的心态啊过生活去玩啊。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玩游戏，你也不用那么紧张啊。他们的社交不仅是在一个蜜蜂的蜂窝里头，或者蚂蚁的这个堆里头不断的这个工作而已啊。他们不是只工作，他们也游戏啊。他举蜜蜂和蚂蚁啊。事实上，这个游戏活动是他们组织性行为的基础啊。就蚂蚁和蜜蜂，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组织性很强，但他们的组织性是借助游戏来完成的。如果没有游戏，他们的组织性是不能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让小孩子不玩游戏，他长大以后他很难合群，也很难具有领导力和领袖力啊。我们暑假组织的童子军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人的潜能激发的这个活动，夏令营也好，学校也好，其中游戏和玩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个童子军的这个营地啊，你们如果了解童子军的话啊，他就是大人啊，或者大一点的孩子带着小一点的孩子，或者成人带着孩子，有目的、有组织的玩的有意思，有非常好玩啊，分组玩各种项目啊。整个童子军一共138门课，每一门课几乎都是在玩但是玩的非常的高级。比如说他们有一门课的就是培养你的领袖的这个leadership， 就是你的这个领导力啊。这个 leadership 的他把它变成玩的种种模式啊。比如说将来在社会中能够混得好的，往往都是这些孩子头们啊。这些孩子头们在从小的玩的过程当中就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啊。这种领袖能力是在玩的当中培养出来的。如果你不让他玩，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你将来不要怪你的孩子，将来只有一个打工的心态，或者是不敢出人头地的心态，就是因为小时候你没有让他玩啊，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敢出人头地，他也不知道怎么出人头地，他也不会在社会上跟大家处理好良好的社交关系啊。而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前啊，他们玩成人的行为啊，他们在没有承担责任之前，他们就在玩啊，玩着就变成成人了啊。生物的游戏，因为那个活动是快乐的，而且是自发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启动了有机体的所有部分啊，玩可以启动你所有的有益的部分。而再次的，在游戏里，小孩模仿成人的运作的模式，而终于导致他们自己成熟的活动。他只有通过玩才能成熟长大，如果孩子不玩，永远长不大啊。你觉得他不玩才像成人，错了，他越不玩的孩子，他越幼稚啊，长大反而会做一些非常幼稚的行为。而正好相反，那些从小玩大的孩子啊，他长大以后往往非常的成熟，因为他那些幼稚的东西，他小时候都已经玩过了啊，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玩中得到了成长。而那些家长抑制小孩或者就严格限制小孩玩的小孩，他没玩过，他长大了反而会去做一种非常可笑的补偿性的玩的做法，而这时候芳芳他过了那个应该玩的这个时间点，会非常非常的不适合时宜啊。所以说该玩的时候一定要让小孩玩啊。到了5点09分了，当人们变得生病、忧虑或者恐惧的时候，
问题的第一个征兆就是缺乏愉悦啊。记住，人们生病、恐惧啊、焦虑的时候啊，第一个症状就是没有愉悦，就不愉悦了啊，不开心了。当你不能愉悦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就有第一个症状了啊。游戏行为就会逐渐停止，就不游戏了，以及对个人问题的过分关注啊。换言之，疾病的第一个信号往往是缺乏热情和蓬勃生机啊。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第一，没有蓬勃生机了；第二，没有热情了，对生活、对世界都没有了热情啊，生活也不再愉快了啊，没有愉悦在生活中啊。这个由愉悦的隐退开始减低的正常的你的正常活动，新的遭遇或者新的愈合偶遇邂逅或者探索，那些活动在其本身可能借由打开新的选择而有助于减轻问题开始新的活动就会减轻问题如果一个人永远在尝试不断开始新的东西他的身体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果他在一个旧的环境和旧的这个场景中持续的不愉快他的身体离得病就不远了。所以说对那些身体得病的人的一个比较好有效的建议就是去旅游，换一个地方生活接触新的人，交新的朋友这些都有助于减轻他的病症这样一个人看来变得灰心沮丧甚至面无笑容或者闷闷不乐，导致别人也会评价这样的一个气馁的表情，像这样评论：你看起来很累，或者你怎么回事你感觉不舒服吗？以及其他这样的评论，往往只加强了个人先前的颓丧感，直到最后，这种同样的交换导致一种情况在其中这个人及其同伴开始以一种负面而非正面的方式在交往。一开始你只是不高兴没有了愉悦，然后失去了勃勃生机和热情，这时候你就会表现出来，而这时候你的同伴会问你说：你有病了吗？你不舒服吗？你难受吗？你很累吗？而这种会加强你的信心，说他们都这么看我，那看来我真的是有问题。而别人给你的这种自动反应式的问候，会加强你对自己的这种负面的认知，而导致更恶劣的结果他说我无意暗示说像你病了的呀，或者你累了吗？这样的问候总是不利的。赛斯说我不是说这样的话都以后不能问了，不是说这种问候不对他说这种问候，如果你是发自真心的真正的出自内心的关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是基于爱的基于让他变得更好的，希望他能更好的这种出发点是对的。如果你是基于好奇的，基于自己本能的反应的，或者是想强化你的固有的集体信念的说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表情或者这样脸色可能会有不好的，这种问题的确预言了其自己的答案他一定是预言了自己答案的当一个人感觉健康良好、蓬勃生机且充满活力的时候，这种问题将被满不在乎的推到了一边去，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就是当你对一些非常这个什么乐观的人说你气色不好你是不是很累这些话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完全不会受你的影响的但是对那些本来就有点低落的人，或者本来就有点情绪不佳的人，你跟他说，这都对他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不断的问这种性质的问题，并且不会对一个有困难的人有任何的帮助，而事实上太常表达同情也能使一个人的心态变差，强调他的确必然病得很重，才会吸引这种同情的感觉就会继续被同情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说什么要好得多他说过度的同情会让这个病情恶化，会让这个情况更糟糕。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建议，比如说有人说孩子有问题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健康有问题我们的建议就是我们只朝向正面的，不要老去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你说他就是有问题我就要关心他，好吧，你越关心他这问题越严重。这里头赛斯也再次告诉你，过度的同情和关心会导致情况会更加恶劣，他的病会更重会引起你更大的同情因为你需要同情他，你就希望他病得更重，他只有病得更重，你才能更同情他他自己也会被这种暗示所引导所以记住什么都不说反而会更好就当没看见，就当不知道
啊。你觉得这不是很冷漠很冷漠？不是啊，这不是冷漠啊，这是对他更好的一种方式啊，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啊，不要老去关心说，哎，你这病咋样了？你今天比昨天好没好？感受怎么样？看你脸色也不太好啊，就不要说这些了啊，这些没有任何帮助啊，说的都是废话啊。我在说的不是真正关心啊，真正关怀的问候，而是相当自动的、未经思考的负面的评论，就是如此啊。赛斯说，我并不是说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出自爱和关怀的这种是没有必要的，是有的，这个是真正需要的，别人也是需要的。我说的是，赛斯说的是，我说的是那种不加思考的、张嘴就来的啊，带着好奇的、带着同情的啊，带着想怎么说，想吃瓜的这种心态的啊，这种就不必要了啊。另一方面，评论另一个人很明显的热情、精力和好性质，却是个极佳的做法。说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评价他好的地方，他的热情、他的精力、他的好性质啊。当别人有什么兴趣爱好，发现什么新的好玩的地方的时候，给予正面的支持，这是非常好的啊。以这种方式，你奖励正面的行为，而可能真的开始了一连串的正面的活动，而非继续负面的连锁反应啊，这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此节结束了啊。鲁伯的梦非常棒，显示他现在正在充分利用他的过去，重新发现游戏性的概念。他不是梦在他玩小玩意儿吗？啊，他玩那些小玩意儿就是玩啊，以及愉悦的活动和来源。他开始有愉悦了，在梦中开始玩起来了啊。如果他在生活中能玩起来，那就更好了。再一次的，我加速了促进健康和幸福的那些坐标。记住，我说的这个玩是真正的玩，不是说为了玩而玩啊。说赛斯说玩对身体有帮助，那我们就去玩吧啊，不是这种玩，这种玩没有意义啊。是你真正的想去玩啊，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在玩，像小孩子一样，真正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玩啊。然后是我真说啊，就是赛斯已经离开了。5点30分，在4点40分的时候啊，真曾被送维他命的一位护士打断，然后我读给我太太听到此为止传述的课程。现在于今天的课之后，我读给他听《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1章第1节。我想要将整本书读给他听，因为当我那一天读第5章给他听的时候，其实是第6章啊，他有极佳的反应。再一次的，今天他对那一节相当的感动，就是第1章的第1节。我想你知道那本书有多好是很重要的。我跟真说啊，罗说，我希望真你能明白你的那本书有多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我们难以置信，真在大约4年半以前，1979年的9月份开始讲那个第1节的，就是梦进化价值完成啊。好了，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4月12日星期四下午4点13分，真昨晚打电话来，当我去330病房的时候，气温是华氏60度。离开家的时候，我由信箱中拿出了莫德卡德维尔寄来的大约360美元支票的捐款。今天早上我替出版公司做了记号啊，我又开始那种不胜其烦的感觉，尤其是今天从出版社又来了一批信件之后，我的一些牙齿有时候不太舒服，而今晚的摆锤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对真开始担忧。医院的职员们今天替一位要换工作的护士助理办了一个派对。我在便利商店停下来买这个派对用的洋芋薯片啊，就是薯片啊。卡拉替我留了一盘派对的食物，当我带回家的当晚餐吃啊，很好吃。当我开始打此节之前，已经是9点10分了。今天下午在330房间相当的暖和，而真常常不舒服。现在我再次的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赛斯来了啊，说赛斯午安。我们继续口授，我并没有叫你们滔滔不绝的说出一连串正面的暗示啊，不管他们与当前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关系。赛斯说，你不要被我上节课的影响，说我们就一股劲儿的说一些鸡汤话、正面的话，你很好，你很健康，你的气色很好等等，不是说这种违心的正面的东西啊。赛斯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彩虹屁没有意义啊。赛斯说，我说的是对于任何情况，去看看你最希望的这个解答，并且说出那个态度来那是非预期最坏的结果，或表达出最悲惨的态度要好得多而非预期最坏的结果或表达最悲惨的态度好得多。赛斯说我是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家人的处在一个朋友的时候你呢就
说出你对他最美好的那个期望啊，就是你最希望的解答，就是最美好的希望和最希望得到的这种结果就够了啊，而不是过于的担心和同情啊。再次说这个意思啊，停顿良久啊，对一些健康和快乐视为重要的议题啊，说那些那个是颇难描述的啊。这是关于健康和快乐，这是极为重要的议题，但这个观点不是像赛斯说三言两语就给你能描述清楚的，它底层有很复杂的东西啊。它们是你本质上能够感觉到的，是自然本身的美感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花朵的缤纷色彩并非只是为了让人们享受，而却是因为色彩是花朵自己美学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享受自己的灿烂花朵享受自己的灿烂，并尽情地享受它们自己无数的色调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自然本身就是这个就是美的美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说你很容易的就能够发掘到每个人身上的美的部分，去赞美他们，这样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不是把他身上那些不好的部分加以强调和同情昆虫也欣赏花朵的缤纷色彩，并且也是为了美感的理由我说的是，所以甚至昆虫也有一种美感。而再次的，每个生物、每个植物或者自然的每一个存在体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完成，寻求自己天生能力的最大可能的完成和扩展。每个生物都会寻求自己的潜能的最大的完成和扩展，这是天生的我再说一次，这个价值完成感不只利益于个人，也利益了其物种以及所有其他的物种它不是对个人有利，对所有人，这是价值完成的特点那么以一个种说法，大自然的画面是由其自己有意识的重要美感的部分所给出的，所绘出的赛斯说，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大自然的美那就是由大自然内在它本身的美所绘出来的。你看到它外在的美，是因为大自然内在就美。换句话说，是由整个组成大自然的整个宇宙意识它内在的美所造成的大自然的每一个部分也都匹配好去变化的情况去对变化的情况有反应，从而处理自己那种预知性的行为，因为它能由今天长到明天的状况里他说大自然就有这个能力，它能从今天长到明天，它对未来的预期它有个预知性的行为，它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而对未来它永远处于正面和乐观和积极的一个预期里头它不像我们对未来是没有良好的预期的。大自然永远在与可能性打交道以人类的说法，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库存导向价值完成的路径就是大自然永远跟可能性打交道，所以说对人来说你总有很多的可能性去导向你的价值完成的路径，也就是说完成实现价值完成的路径不止一条，有无数条。当你一条路走不顺的时候，或者走不通的时候，你可以换一条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那个个别的能力，理想的说，将形成你自己表达的康庄大道就是你每个人实现价值完成的这个路径不同，最终对你来说都是你的康庄大道，它不是一个非常困难或者曲折的路径，它是你的康庄大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就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走出这个康庄大道来不是说你本来的人生有一条康庄大道，结果你没走成，这个可能性没有实现，那剩下的路都是崎岖的小路，不是的，每一条都可以走成康庄大道，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什么正确的康庄大道，你没有实现它就看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在表达价值完成的时候，唯有遇到太多的岔路，或者遇到太多的阻挡，才会发生健康不佳或只是不快乐的情况他说当你在寻找你人生价值完成的各种可能的路径的时候，只有这个路径特别的曲折，特别的困难的时候遇到太多的阻挠和阻挡的时候，你才会发生健康不佳的这种症状，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发生健康不佳，只会有一些不快乐的情况产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走到死胡同了，你完全可以换一条路再走。记住，人生永远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所以说，当你走不通的时候啊，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啊，可以换一种道路走。虽然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一条都可以通向你的价值完成，但是有些路注定是不好走的，那你完全没有必要啊，死吊着这条路不放啊。口授结束了啊，再一次的，我启动了那些加快疗愈和幸福感的坐标啊，停顿良久，他闭着眼说，我猜就这样了。真说，4点31分，好吧，在给真喝了水并替他点了一根烟之后，我读此节课给真听。他说你应该注意一下，他说由于我们在医院里的情况，课都短的很多，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啊，比如说替我翻身，在下一个恰当的时间喂我吃饭，以便你能有一个还不错的时间回到家里吃晚餐，等等等等。我说几乎每日的例行的讲课可以补偿其简短啊。罗说没事，我们每天都讲啊，可以弥补它简短。他们以前是每周讲2次，现在每周7天，天天都讲。虽然每次讲的很短，但是对课程的传递的内容来说，也并没有少多少啊。但我们也让许多可用来上课的时间确实流失了。好比说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可以再进行的久一点啊。他说你可以再进行的久一点。他这么一想之后，在4点39分的时候啊，赛斯又回来了啊。他们说了嘛，看这个时候正好没人打扰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啊。赛斯说继续口授啊，你看他抓住一些时间啊来传授。当人类有了外在化的自我，这导致由自由意志啊以及做出有意识抉择的问题啊。当你有了外在自我，你就会有自由意志的啊，你就不会有完全内在的内我完全自由的驱动，不会有什么啊你的冲动、直觉、灵感来指引你的生活。你有了外在的判断，当这个判断的出现，也让你象征着你有了自由意志，或者是你有自我的体验啊选择。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有了选择以后啊，人类个体的是觉察到很大数目的可能性的活动的。你有选择，就发现选择很多。每个人真的都拥有比远在任何既定的一生中能够适当的表达多得多的能力啊。他说你有更多的能力，你有更多的表达的可能性啊，这保障了一大堆的可能性啊行为。人们应该按照变化的情况而从中间抽取。赛斯说的这一段啊，用人话来说，就是你的可能性很多，有条条的道路可以选择，你没有必要去较真儿，或者没有必要去一条路走死啊。当一条路不顺，让你不快乐的时候，你马上换一条路就行了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或者是正确的啊，唯有快乐和幸福才是你应该追求的，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需要你一定要做的。每个人也天生的感受到他最佳的倾向。他说你会天生的知道你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就这么多路径可选择，你要天生的就会感觉到，只要相信你的灵感和直觉，它会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灵感会推向你到某项活动，要注入你的灵感。记住，我特意把灵感标注出来。当你不知道方向是什么的时候，相信你的灵感，每一个人都会更容易的或者更愉快的朝向某一个方向，而非另一个方向的移动和生长。因为每个人的不同，每个人的选择也不同，每个人的这种灵感啊指向的方向也不同，所以说都不一样。只要跟随你的灵感的指引或者冲动的指引啊，它就会带你走向你自然的应该去寻找的可能性的方向啊，把它走成一条康庄大道。在这个讨论里头，我不只是以外在的成就目标来说的，虽然这些很重要啊，他说我并不是说外在你取得了什么成就，获得了什么奖品，获得了什么社会上的地位，获得了金钱、财富、幸福、婚姻，这些都不是我想强调的。赛斯说，他说我说的导向你的正确的方向和生长，并不意味着你的世俗的成就就一定能够成长，因为你的个性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底层的价值完成上，而非外在的成就上。所以说你不能完全的以外在的成就来评价这个人啊。他说我这是再次强调啊，他说不要你不要说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啊，用外在来不要说我衡量我想说的点啊。不过许多人会发现他们在人际关系上有着自然的技巧啊，他天生就会人际关系，在这方面无法轻易判断自己已知的价值。好比说像在一位画家或者作家的作品里所能的那样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但是你自己很难判断那个价值。就像画家很难评价自己的画有什么价值，作曲家也很难评价，但是别人能够感受得到啊，这是你的潜能。没错，这种人的确表演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艺术啊。他说有些人天生就人际关系啊，非常善于啊，就做出好比说交响式的情感式的曲子
他的人际关系如行云流水一般，他能周旋于各个不同的人群和场景当中，非常的自如，八面玲珑就像一个非常优美的交响乐一样。他的意思是说，当你看一个人社交天生就有天生的社交天赋的时候，他的社交行为或者他在这种社交活动，就像一个钢琴家演奏钢琴曲一样，行云流水，特别具有美感。那个的确熟练地弹奏着情感，就像钢琴家弹奏的琴键一样他每个人都是付出了真感情。借由看着你自己的生活，跟随你自己的冲动与倾向，你也可以相当容易地发现自己的能力在哪个区域。塞斯举了一个情感上有潜能的人的例子，他说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区域。比如说有的人把赚钱这件事做得行云流水非常的舒服感觉特别有美感。有的人把一个这个学术研究搞得风生水起，也非常有美感，一样的这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潜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寻找自己的你无法借由研究别人期待你什么学会关于自己的事情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期待你然后你学会你自己的事情，你学不会的而只是借由问自己，当别人期待你的时候，你只是有了一个由头，别人说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你就问自己，我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希望那样吗？我真的想要那样吗？是让你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你期待自己什么，而替自己发现你的能力在哪个方向。说你不要管别人期待，别人期待不重要，他想让你这样，他想让你不重要，你自己想让自己怎样，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怎样的，你要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而不是别人对你的期待他想告诉你这个意思然后口授就结束了，他说谢谢你在4点56分，哇，他说我流了好多汗。真说窗子开得很大，我应补充说，上课前在一番艰难之后，真终于靠自己读完了3月19日的课，而我自己必须读上一节给他听。在他的建议下，我带他的旧金属框眼镜给他，但他们似乎并没有造成多少区别，真戴起来好看了很多好了，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就讲完了。这一部分第5章的第一部分涉及了好多小节，4个小节好像是，每一个小节都说了一个主题，而且非常的重要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大家仔细的去把每一节的内容提炼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样可以让你非常好的能理解赛斯的真知灼见，能够让他来帮助我们对那些真正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人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和痊愈。好了，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